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花花好好分析一下多肉植物浇水。我该怎么浇水？隔几天浇一次。很多人都问过我这样的问题，我却没办法回答。如果是在花卉市场，你这样问老板的话，他们一般会回答你1个星期浇一次或者半个月浇一次。他们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担心我们会经常浇水，导致多肉的根系不能呼吸而腐烂。其次，花卉市场种植多肉的土壤是泥炭含量很高的土壤，这种土浇水时，水容易从盆两边流下，鼻孔排出，水浇下去后，漏掉的水留下的水少，要浇透需要较长的时间。可是，一旦浇透，就会变得不透气，还难以干燥，如果不能呼吸，很快就会腐烂。所以，为了你不养死多肉，花店老板才那么告诉你。但花店的说法带来了一个误解，很多人觉得肉怕水，只在表面微微的浇一点点水或者喷雾，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肉的根系都分布在很浅的表面，难以形成强健的根系，时间长了会僵苗。还有的人又刚好相反，管不住手，天天浇水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，那么黑腐也就不远了。毕竟细菌、真菌也喜欢湿润的环境。那么到底该怎么浇？多久浇一次呢？浇水10年功，想要学好多肉植物浇水，先从基础知识学起来吧。影片最后我会告诉大家适用所有人的浇水频率。小本本准备好，知识点来咯。1. 植物为什么要浇水？植物根尖成熟区的根毛细胞能够从土壤中通过渗透作用获得水分，同时土壤中盐分在水的作用下电离，从而能被植物吸收。植物获得的水分大部分用以蒸腾作用，让植物在烈日能够保持不太高的温度，一小部分水被植物固定，用以进行生理活动所需。2. 我该几天浇一次水呢？我们浇水理想状态下是保持盆内土壤湿度在一定的范围内，有一定的湿度会让肉的根系均匀分布发展并保持活性，并促进植物其他部分的塑形和生长。那么影响浇水间隔时间的因素有哪些呢？1. 通风、温度和湿度。通风好、温度较高、湿度低的情况下，盆土水分蒸发的速度是最快的。2. 花盆的大小、形状和材质。同样情况下，花盆越大，干得越慢；敞开的土壤面积越大，干得越快；花盆越深，下层干得越慢。另外，花盆的材质决定干燥的速度，由快到慢依次是红陶盆、竹篮、黑方、木盆、细质陶盆、有釉的陶盆、瓷盆、石盆、玻璃皿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并不是干燥的越快越好，像红陶盆配合颗粒土往往1天就干了，这样比较伤根。除此之外，底部有孔的、孔多的、孔大的都是下层干得快。3. 种植的土壤。种植介质的干燥顺序按从快到慢排序，依次是小石子、颗粒土、泥炭土、质石。4. 浇水后的天气。如果浇水后是大晴天，则浇水间隔不必太严格，保持植物能吸收到充足的水分。如果浇水后是连续阴天，那么可以斟酌是否延缓浇水或者减少浇水量，避免阴天光照不足，发生徒长、向光生长或者摊开。5. 植物的生长情况。如果是健康发达的根系，那么植物对土壤湿度有着自己的调节能力，不会过湿，也不会过干，这样的植物浇水可以不那么严格，因为它本身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生存能力。如果有大量枯根的存在，盆土中央将难以浇透，进盆后又难以干透，必须要修剪根系后重新上盆。正在浮盆的肉最好用进盆的方法，让下层湿度大于上层，有利于根系向下生长。无根或者正在发根的肉要保持土壤能不断释放出一定的湿气。休眠的肉，不管是夏季高温休眠还是冬季低温休眠，都应该减少浇水的量，增大浇水的间隔，但是不浇水可能导致根系枯萎。花期、生长期、幼苗期的肉对水的需求量相对较大一些。另外，生石花在蜕皮期间不浇水。3. 怎么判断多肉缺水？有的人在盆边插上牙签，通过牙签判断盆土湿度，这个方法要注意不要伤到肉。花盆边轻重的方法也有用的，比较适合职业玩家和小花盆。
最佳的方法其实花花多次介绍过，那就是捏一下叶片的饱满度。如果底层往内已经有2-3层叶片都已经变软了，那么就可以浇水了。这种方法是最不容易出错的方法，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有白粉的多肉来说，可能会蹭掉白粉。4. 浇水的方式有哪些？第一种方法是从上往下浇，也是我们常用的方法。可以用一个长嘴喷壶，对准花盆边裸露的土壤均匀地浇一圈，同时转动喷壶，使水在重力作用下浸透花盆的每一处，直到盆底有水流出。这种浇水方法是最常使用的，不仅可以充分浇透盆土，而且从上至下排出了根系呼吸的废气，植物的代谢物也顺水流从花盆底孔排出。注意不要浇到植物叶片上。第二种方法是浸盆。一般用浸盆的分几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植物太大了，遮住了花盆，已经没办法从上面浇水了。第二种情况是播种的时候，从上面浇水，小苗就倒了。第三种情况是在肉浮盆发根的时候，特别是根系较浅时，浸盆可以使下层湿度较大，又使根系向下生长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小苗和浮盆浸盆时，水面高度不要超过花盆的高度。第三种方法是喷灌。花店、大棚浇水就是用这种方法。原生状态下，肉是可以通过莲花状叶片把水汇集到植株下面的土壤中，叶片的根部细胞也能吸收部分的水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浇水是可行的。如果你家里是在院子里露天种植的，也可以使用。如果室内或者阳台养护的，不推荐这种方法，因为不通风的环境很容易增大肉叶片带病的几率，染上烟霉病等。5. 为什么总说中午不宜浇水？中午不浇水其实有个限定条件，那就是夏天或者温度高的地区，中午不要浇水。分析原因主要有2个。其一，中午肉和盆土都已经被太阳烤得比较热，这时候浇水，就像一个满身大汗的人被浇了一桶凉水，不仅不能降温，还会伤害身体，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化水。其二，肉是一种为了水可以不要命的植物，浇水后难免在叶片上留下水滴，叶片为了吸收这些水滴，叶孔会张开，而水滴本身也有聚集光能的作用，就容易被太阳灼伤，继而发生感染。所以正确的浇水时间是根据温度来定，比如天气寒冷的环境，就是要中午浇，早上或者晚上浇，不利于水分挥发，也有可能化水。6. 浇水频率。关于多肉的浇水频率，花花一直都说要总结自己的频率，因为影响频率的因素太多了，生搬硬套别人的频率是对多肉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。但是一直有粉丝在问浇水频率，花花就试着通过几个不同的纬度分别总结了一下。首先按照季节来说，在春天和秋天的时候，基本上10天浇水一次，夏天的时候15天左右浇水一次。因为春天和秋天温度比较适宜多肉的生长，所以浇水稍多。夏天的时候，由于温度太高，多肉处于半休眠的状态，所以浇水量少一点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基本上每隔20天左右浇水一次。其次，按照是否露养来判断的话，露养的多肉，春天和秋天的时候，一般5至7天浇水一次，夏天20天浇水一次。室内养护的多肉，因为通风条件不一样，一般10至15天左右浇水一次就可以。另外，多肉的植株大小也影响着浇水的频率，幼苗浇水频繁些，每次量少些；成年植株浇水频率适中，每次浇透；老年植株浇水频率低，每次浇透。除此之外，浮盆期也就是刚栽种的多肉比较虚弱，首先建议朝土上盆，上盆后1周可以先不浇水，但可以经常在周围喷水，1周后可以浇半节水，意思就是刚好花盆上半部分潮湿就可以了。最后，扦插繁殖多肉在发根阶段一定要保持湿度，需要每天喷雾，大概等看见气生根后再浇半节水，明显看到长势后再恢复正常浇水。最后，花花还是要强调一下，提供的浇水频率仅供参考，花友们一定要多观察，总结出自己的频率才是最重要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觉得花花总结的浇水内容很全面，留言区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。喜欢花花也请点赞、关注并多转发，这对花花很重要。感谢粉丝的喜欢和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
如果觉得花花总结的浇水内容很全面，留言区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。喜欢花花也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，这对花花很重要。祝所有的肉友们2023年开心、健康、快乐、发财！我们下期见。